好像彭导不太爱跟我们分享他新作品，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但是呢，前2部电影您都用的是这个 HDV， 就是高清。那么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这样一个活动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在这个 Apple Store 呢，我们知道苹果呢它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就是让大家都可以自己做电影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您觉得这种数字的技术在电影的拍摄中或者在电影的整个的制作当中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您自己也有所感受吗？我觉得当代的电影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因为其实自从 DV 出现了之后，对中国不管对中国对世界来讲，就是独立电影的那种发展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把门槛降低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在座的每个朋友、每个观众、听众其实都可以做导演，但是在以前没有出现数字化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是很难的。就是说，因为它需要很多的钱，在最早的时候是传统胶片的情况下，你要有很多人来帮助你拍，然后呢，你还要最后拍完之后，你要冲洗、洗净，最后做拷贝，这样才能放。但是现在如果是数字化，现在数字化来了之后呢，它就非常的简便了。包括你后期没有那么复杂的工艺流程，然后呢，就是说，可能把这些素材输入电动指导，可能如果快的话，几天就给剪出来，然后你电脑就解决问题。对，然后你修改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不像最早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在学校拍35毫米的毕业胶片，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就是你最后它是一个手摇的一个机器，那你是得摇之后你得对上，对完之后，然后你拿胶布条找好那个点，然后粘上，然后再把那个就是它那个胶布章或者那个齿孔你还拿那个有那个夹子把那齿孔都给打通，这样的话才能挂在那个胶皮上转。虽然几年之间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遥远的事儿了大家在这儿都不太了解那种当时的那种技术表现，现在还在用。如果是胶片的话，还是在用。也不一样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最开始就是在学校呢，还是比较那种原始的，因为它是有熟悉这个工程那个一个工业流程嘛。现在的剪辑呢，不像过去那么就是说纯手工剪了，它也是数字化，就是你拍完之后，然后呢，它把胶片胶转磁转成磁带，然后也是输入到电脑里当中，然后用它做后期。剪完了之后，然后呢，再根据它去冲拷贝，然后再去银厂里做那个胶片的那个剪辑。那所以就是首先整个的流程变得便捷，我们又很省成本。对。然后基本上一台机器一个人就能做到。我想这些呢都是这个数字化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在电影拍摄中的一些优势。那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你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技术是日新月异嘛？但是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有的，因为像现在就是做导演的人非常的多，特别是拍独立电影，因为它门槛降低了之后，你用非常少的钱就可以制作一部电影。但是呢，并不代表它就是一个好的电影，因为门槛降低了之后，它相应的要求你的各身作为导演的素质就要提高，还有就是说，主要是表达你自个儿的那种感受、那种认识，然后必须很明确，然后之后你对生活的那种认识呢，就是说，就是咱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但是你要作为一个艺术品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对，没错。OK， 那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电影的导演，我想大家也都清楚，真的不容易，困难很多。首先，你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想拍一个好的电影，原来是需要很多钱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呢，我们可以简化一些过程，然后能够提高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能够有所帮助。但是呢，说到底嘛，这个电影它毕竟是一个还是要钱的嘛。那么作为导演的这个没有资金的基础，那我们的梦想就实现不了。而我知道的彭导呢，也是在这几年得到了像Sundance这个
圣甘斯，这个 Rotterdam 鹿特丹这个 Hubert Bals 的资助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赚这些资金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基金，他们是专门为你们这样的一些独立电影人提供的。对，是因为我们上部片子就是说，用了一些国外的基金来拍摄，但是就是说，具体如何弄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有制片人，就是这些工作全都是由他们来做，我负责就是我把我的剧本做好，这是我的最根本的工作。然后具体的操作呢，就是由我们制片人来跟他们来一起协商，然后来做。那我知道你参加很多的电影节，那么这个宣传的也在很多的电影节上获得了殊荣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就是毕竟是第一部处女作嘛，那么获得了这么多的应该至少说是肯定吧。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心情？那个就是说，当时我还是挺高兴的。我觉得，因为我在电影学院学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呢，首先你要验证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做电影、可以做导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你自己说你自己可以做导演，你没有作品，是吧？就像很多人他都是说自己是导演，因为从电影学院毕业了，很多人他就都说我是导演系毕业的，我是导演，但是呢，你有作品拿出来。能证明你真正是一个导演，所以我这部片子拍完了之后，我觉得对我的能力是一个证明，证明我学了这么多年，这东西是还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如果开始的时候门槛就很高的话，之后会不会第二部，比如说第二部作品，你有带着你的作品去参加一些节或影展吗？对，第二部也去了一些电影节，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很高的话，其实就会把这个萌芽抹杀掉，扼杀在摇篮里。就是说，你最开始如果没有这么便捷的数字化技术的话，你首先投资要看你这个剧本，然后呢，就是说，他们觉得你这个剧本是不是值得来花几百万或者是上千万来拍，因为他可能考虑它的回收的问题。像我这个片子，它属于一个艺术电影，它可能是不是商业片，它是不能挣钱的。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你这不是一个能挣钱的电影，就没有人来投你这个片子。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也不会看到这个片子。但是数字化的时代到来之后，它很便捷，你就可以用不是特别多的钱，你来完成你的导演的想法，来完成这部片子。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基金呢是它是对电影事业或电影人的一些鼓励嘛，他们是从这个资金的方面来帮助你们，帮助大家，帮助年轻的导演。但是呢，这个也是比如说第一部作品它能够完成，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它是像您说的，它不需要回报嘛，所以不需要考虑市场或者观众太多。但是我想呢，这个可能也会给您带来之后的一些困惑，因为毕竟电影是做给大家看的，毕竟你要考虑市场，毕竟如果没有这些基金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怎么去找到投资人。那么在这几年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在这方面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这个电影的回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总拍没有票房的片子的话，是没有人来帮助你，就是以后来帮助你继续完成你的导演之路的。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其实我很难一下回答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它牵到一个商业性，还有一个你自个儿导演的一个内心的挣扎，一个取舍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自个儿坚持，我觉得应该这么拍，但是呢，投资人可能觉得你应该商业一点，咱们应该找一些明星来演，还说你这个剧本某个方面咱们应该改一改，这样太沉闷了，咱们要拍的高兴一点，然后偏喜剧一点，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伙都喜欢看，因为都挺累的，对吧？咱们需要笑一笑，不需要绷着脸苦哈哈的。所以呢，这个就牵扯到一个你作为导演的取舍的问题。
还是看导演自己吧，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呢，可能大家主要看一些大的片子，像一些低成本的艺术片，可能关注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在国外就非常的好，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它也有大的商业片，也有小的，也有小众电影，也有专门给知识分子看的，还有专门给特定人群来看的。